女人从胳膊里抽出2斤鲜血，先对着橱柜甩上几滴，再将剩余的全部泼到地板上，用双手涂抹均匀，再拉出2道血手印，然后拿起纸巾将地板擦得一干二净，接着将一个木棒沾上血迹，放进壁炉中烧掉一半。随后她又把沙发掀翻，将玻璃茶几摔得粉碎。她这么做是要伪造出丈夫杀害她的现场，而对此毫不知情的丈夫还在酒吧喝酒快活，直到他接到邻居的电话，说他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当阿伟匆忙的到家后，发现妻子不在，心中竟有一些窃喜。其实他们之间早就产生了芥蒂，妻子消失也正合他的心意，但殊不知他已经掉进了妻子给他挖的陷阱。2人结婚前，阿伟对小美无比恩爱，外表斯文又是个暖男，可婚后就原形毕露，仗着小美家庭富裕，整天游手好闲，窝在家里不去工作，并且花钱还大手大脚，从不把小美放在眼里，真正诠释了什么叫软饭硬吃。而小美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于是提出想要个孩子，谁知阿伟听后直接变脸，一把将小美摔到了楼梯上。然而这还不是最令小美心痛的，因为她还在某天夜里亲眼看见了阿伟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于是绝望的她为了教训丈夫，便开始翻阅资料，研究作案细节，最后布置好假的作案现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阿伟还天真的以为妻子被绑架了，但警方却怀疑是阿伟谋杀了妻子，因为他们已经在橱柜上发现了血迹，这个高度很有可能是喷溅上去的，并且在荧光测试下，他们也成功看到了被擦掉的大片血迹，这不得不让警方产生怀疑。他们将阿伟带回警局，采集了指纹和DNA，并从阿伟口中得知妻子小美是个知名作家。不过当警察问他有没有什么朋友时，阿伟却直接回答没有，显然这不太正常。而警察又说在他们家发现了可疑血迹，问阿伟知不知道小美的血型时，阿伟想了想又说了不知道。其实这傻小子是真的不知道，但这却让警察对他的怀疑加倍，于是再次对现场进行了搜查。这回在卧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小美故意留下的一个信封，而阿伟趁着警方工作，在姐姐家睡了一宿，第2天就跟小美的父母举行了发布会，呼吁所有人能提供有用的线索，帮助他们找到小美。可就在发布会结束前，他跟小美合影时，却当着媒体的面傻乎乎的笑了出来。随后警察将他叫到一边，给他看了昨晚找到的信封。阿伟说这是他和小美经常玩的寻宝游戏，接着就根据上面的线索来到了阿伟的办公室，果然在这里看到了第2个信封。不仅如此，警察还在这发现了一条性感裤子。他一边吐槽阿伟风流成性，一边询问他对第2个线索有何见解。阿伟却说他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棕色小屋在哪里，可是当晚他就偷偷来到一所老房子。显然阿伟对警探撒了谎，可他刚拿到第3个信封，警探却突然出现。阿伟赶紧将信封藏好，谎称说这是自己父亲的房子，每周都会过来看看，况且这房子是蓝色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棕色小屋。原来阿伟的父亲叫布朗，也可以说是棕色。虽然警探有所怀疑，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只能看着阿伟驾车离开。而第3个信封中写的是阿伟想要惩罚小美，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礼物。这莫名其妙的一段话把阿伟也整不会了。等他回到家，新闻里播放了他在发布会微笑的照片，都在质疑他为何在妻子失踪后还能笑得出来，而姐姐也怀疑他对自己有所隐瞒。阿伟对这些简直百口莫辩，终于意识到这可能是妻子在陷害自己。而另一边的小美又开始了她的下一步计划。如何让出轨的丈夫身败名裂？她做了一个和全天下女人都不同的决定。只见她先将自己的长发剪掉，细心的装进袋子里，再拿出染发剂给头发和眉毛换个颜色。做完这些，又认真的清理了卫生间，抹掉自己来过这里的所有痕迹，然后回到家拿起锤子，对着自己的眼眶就是一下。而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自己彻底消失。在此之前，她还故意接近怀孕的邻居，向对方频繁透露自己丈夫贫穷、家暴等所有糟糕的信息，还热情的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然后疯狂给她喝水。等到邻居上完厕所，她就从马桶里收集尿液，然后再拿去医院检查，留下可查的怀孕痕迹。除此之外，她还刷爆丈夫的信用卡，专门买一些名牌奢侈品，制造出丈夫面临财务危机的假象，然后又引导他给自己买下高额保险，而受益人写的正是丈夫。但女人觉得这些还是不够稳妥，于是又在2天时间内狂补了300条日记，从他们2人的甜蜜相爱到婚后的疏远淡漠，甚至编到丈夫家暴等一切不好的事迹，全都写在了这个小小的日记本中。然后他又将其扔进火炉烧得恰到好处，因为这样既被销毁过，又不影响看清里面那感人的故事，足以让丈夫谋杀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做完这一切后，她带着准备好的现金逃到了百里之外，租了一间小房子，在里面静静等候丈夫被送进监狱。而另一边的阿伟已经意识到妻子在陷害自己，但他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而就在这时，他的出轨对象还火急火燎的过来找他，恨不得马上一解千仇。但阿伟却先问对方有没有向外人透露过2人的关系，确保没有之后，这才让他留了下来。不过阿伟知道，在这个敏感时期，女友登门拜访必然会证实他的作案动机，于是天还没亮就将对方送了出去。可这一切还是被他姐姐看得一清二楚，他大骂阿伟是个只会劈叉的骗子，要是那个女人被发现，肯定会因此惹上更大的麻烦。果然，在当晚的发布会上，阿伟刚向众人宣告了妻子失踪，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后，之前的邻居就站出来呵斥阿伟是个人渣，经常虐待自己怀孕的老婆。
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其中就包括小美的父母。阿伟瞬间也变得惊慌起来，看着下面愤怒的群众，他夹着尾巴躲进了警车里。面对警方的质问，阿伟说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疯女人，也不知道小美怀孕的事儿。但警探随即就拿出小美跟邻居的亲密合照，显然事情已经和阿伟交代的截然相反。警探还拿出了阿伟的账单，上面全是大笔挥霍。更要命的是，小美的保单上也明确写着受益人就是阿伟，再加上之前在他家里发现的大量血迹，化验之后也是小美的，而且医院也在这时打来电话，说小美的确怀孕了。面对这些自己都毫不知情的证据，阿伟百口莫辩，愤怒之下他摔碎杯子，选择了沉默。警方离开后，立即展开了更深的调查，他们又来到了那个棕色小屋，并且在地下室发现了被烧黑的日记本。此时的阿伟也不想坐以待毙，他一直研究着小美留下的第3个线索。突然灵光一闪，他急忙跑到屋外，打开了一间小木屋的门，里面堆满了小美用信用卡买的所有物品。阿伟看到后头皮一阵发麻，这些一旦被警方发现，那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他找来姐姐商量如何是好。姐姐从他口中也知道了小美的可怕之处，但眼下的事情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于是便出钱请了个律师。而律师在一番了解分析后，他告诉阿伟，想要扭转局势，只能向大众揭穿小美的完美形象。阿伟想起了小美的前男友曾经就被他控告过，于是根据律师提供的线索，阿伟很快就找到了那位前任。对方一见阿伟就如同看到了知己，他说自己当初就是被小美陷害，并且也是证据齐全，因此他在监狱里踩了8年的缝纫机，导致现在连个正常工作都找不到，硬生生从英俊小伙被折磨成了流浪汉。而此时小美正和新邻居坐在出租屋里，看着电视上媒体对阿伟的质疑跟谴责，开心的撒起了花，还很大方的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那个存放着采购物品的小木屋。与此同时，阿伟又找到了小美的初恋，但对方听闻来意后却理都不理，导致阿伟现在根本拿不到小美诬陷他的证据。而小美却因为过于高兴，在打球时不小心将钱包掉了出来，邻居看到后心生歹念，于是第2天就抢走了小美所有的钱。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小美根本就不敢报警，事实也正是如此。陷入绝境的他只好找到初恋，别看他对阿伟置之不理，但对小美却关爱极佳，还让她住进了自己的豪华别墅。不过此时的小美还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比她自己都变态。女人咬破初恋的嘴唇，再弄乱她的头发，扯出她的衬衫。等到初恋一脸疑惑的离开后，她迅速用绳子绑住脚腕，再用红酒沾湿睡衣，快速的爬到监控下，直接撞到玻璃门上，装出一副无比痛苦的模样，以此来假装自己被初恋虐待导致流产。这个女人太狠了，为了栽赃丈夫杀妻，躲进了自己的初恋家里，但刚来就发现她是个控制狂，不仅给她买各种花式衣服，还在家里安装了全方位监控。心高气傲的小美当然受不了这些，一直表现得很不耐烦，并且这样下去，自己一定会暴露在大众视野内，她必须得做点什么。而被栽赃的丈夫阿伟，此时因为他留下的各种证据，已经成了全国人们心中的渣男，还被警方认定成了杀人犯，暂时扣押在了看守所。好在他的律师第2天将他保释了出来，并告诉他现在只有把小美骗回家，那所有的谎言才会不攻而破。于是他心一横，主动来到电视台坦白，他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表示说对自己的行为很是后悔，还勇敢地承认了自己出轨，希望小美能够原谅他。最后真诚地盯着摄像机，跟小美来了一段真情告白。而小美在电视机前看着表现如此完美的阿伟，觉得这才是自己当初深爱男人的样子，这才是他一直想要的伴侣，于是更坚定了自己回家的决心。但他毕竟是无故失踪，还把阿伟弄成了杀鸡渣男，现在想回去，只能先给自己的失踪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于是便有了开头时的那一幕。等到晚上初恋回来，小美穿着好看的睡衣直接迎了上去，初恋心中很是兴奋，他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春天，但殊不知小美已经准备好了刀子，然后趁着他不注意，一刀划破了他的喉咙。第2天，小美满身鲜血的出现在了阿伟面前，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直接晕倒在了他的怀里。后来面对警方的怀疑，小美谎称自己被初恋绑架，把他关在私人别墅里虐待，而他好不容易反杀了初恋，这才得以逃脱。他编的这个故事毫无破绽，初恋成了妥妥的背锅大冤种，而阿伟跟小美则成了知名的恩爱夫妻。他们在一众粉丝的簇拥下回到了家里，虽然小美成功骗过了所有人，但唯独骗不了阿伟。他知道小美是个杀人犯，他想等外面没人后就离开，但小美却威胁说，现在你在众人面前是模范老公，而我又是国民甜心，你现在离开必定会背上抛弃可怜妻子的罪名。于是阿伟决定等事件平息后再走。然而还没等到那天的到来，小美就送了他一个礼物，打开一看发现是个验孕棒。面对小美这莫名其妙的游戏，阿伟是10000个不相信，但小美却说取出了他之前在医院冷冻的种子。阿伟听后愤怒地将他按到墙上。Why would you even want this? Yes, we loved you, and then all we did was resent each other and try to control each other, cause each other pain. That's marriage. 阿伟现在已经彻底怕了小美，要怪就怪他惹了自己惹不起的女人。后来小美还要求他跟全世界承认自己有家暴行为，并且之前刷爆信用卡买没用的奢侈品也全都是他做的，好把阿伟牢牢地拴在身边。而阿伟就这样彻底掉进了小美的圈套，再加上以后有了孩子，他也就再没可能逃脱婚姻的枷锁了。这部消失的爱人之所以封神，就是因为他这无可奈何的结局，爱人不见了，千夫所指，爱人回来，万丈深渊。